北约一个动作，强行捆绑中俄，还为新战场上的较量埋下伏笔。倘若北约与中俄之间爆发冲突，谁又会是最终的赢家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评估，我是易评估。今天我们来讲讲北约强行捆绑中俄，若双方大战，谁是赢家？多年以来，美国为了保持全球霸主地位，不断的打压和封锁那些即将崛起和已经崛起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视作最大的打击对象。一方面，美国在欧洲不断拱火，终于挑起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断地在亚洲制造紧张氛围，甚至悍然干涉中国内政。虽然美国的势力十分强大，但是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的。众所周知，北约是美国手中的一杆利器，在较量的关键时刻，美国开始动用北约的力量。近日，北约秘书长首次访问北极地区，并且公开表示，俄罗斯已经在北极地区重新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基地以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面对这种局面，北约必须要加强北极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北约秘书长还扯上了中国，并且警告中国，要中国放弃与俄罗斯的联盟。坦白地说，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有一部分领土，在自己领土上部署军事力量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而且最先在北极地区加强军事力量的也不是俄罗斯。早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北约就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北极战略，并且纷纷付诸行动，目的就是要把北约地区打造成为遏制俄罗斯的第二个场所。特别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越来越顺利以后，北极地区就成为了北约继续拖垮俄罗斯的最重要的砝码。如今，北约为了给自己在北极地区加强军事力量打上正义的标签，反而对俄罗斯倒打一耙，甚至把中国也强行捆绑进来，很明显就是在吸引中国的注意力。这样，美国在亚洲面对中国时就能减少一些压力。相信这应该是美国对北约下了指令的。有人可能要问了，俄乌冲突似乎已经进入尾声了，既然北约准备在北极这个场所分个胜负高下，按照目前双方的对比，谁会是这场新冲突的最终赢家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就来看看双方的实力吧。北约算得上是西方最强国家组成的联盟，实力不容小觑。但是北约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说一套做一套，更是北约的内部共识。如果真的走到冲突那一步，北约国家肯定是希望美国带头大冲锋，其他国家这可浑水摸鱼。既然北约强行把中俄牵扯到一起，就算是中俄共同力量了。从军事力量上看，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并不逊色于美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更强一些，只是迫于经济压力无法大量生产。而中国随着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断研发出先进武器装备。虽然还存在着某些步骤和问题，但是中俄完全能够做到军事力量的互补。如果中俄真的在一起，那么任何的单板就不复存在了，完全具备与北约一较高下的实力。经过对比，不难发现，北约与中俄也只在伯仲之间，最终赢家是谁，还要看力量平衡如何发展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北约虽然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北约还有一个策略，那就是利剑，让中俄之间互相猜忌，使得双方合作力度被极大的削弱。所以接下来北约大概率就会从这方面下手，不但会制造许多中俄相互竞争的谣言，甚至是在国际舆论中鼓吹一方贬低一方，让双方产生间隙，以致关系破裂。在此情况下，对中俄两国而言，可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接下来
中俄需要始终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千万不要中了北约的阴谋诡计才好。好，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你的关注。